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婚礼当天，我跪在地上敬丈母娘茶，妈，喝茶。不成想她没有接，还大言不惭，改口费8万8，给钱让你叫妈，不给钱婚礼很难办啊！我被气笑了，临时加彩礼就够恶心的，改口费竟然是我给长辈。女友手足无措，不敢吱声。他亲弟弟在一旁拍手叫好，我不忍了，一脚踢翻他家的宝贝儿子。难办，难办就别办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张倩陪我度过了3年风雨，我们定好在年后结婚，亲戚朋友已经通知好了，彩礼我爸妈说不是问题。可以见得他们是真的很着急我结婚。我带着保险箱去他家里提亲，里面装着整整50万的彩礼。张倩家住在老小区，房子2室1厅，房子不大，屋子里的亲戚倒是不少。张倩拉着我进屋，给我一一介绍他家的亲戚，我也不敢怠慢，堆起笑脸，挨个点头。准丈母娘见我来了，都没挪动屁股，更别说跟我说话了。直到张倩说我带彩礼来的，她才眼冒金光，一把抢过我手里的彩礼。我得检查一下钱到底够不够。准丈母娘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拿出50万一捆一捆的数了起来，眼里只有钱没有我。到现在我还没坐下，他们家的亲戚把能坐的地方都坐满了，全无视我。我跟这个准丈母娘一直不对付，相见生厌的程度。恋爱3年，我见丈母娘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过来。准丈母娘非要把一整捆钱打开，一张一张数，我大感无语。我家50万彩礼都出了，难道还会差他300、200的吗？数到一半，准丈母娘好像要说话，却被张倩爸爸胳膊肘对了一下，最终继续数钱。我在心中不断劝自己，男人要大度，挤满微笑撑到我走出去。在楼下，我很不爽，质问张倩：“你妈怎么回事啊？50万我都拿了，她觉得我是能少给她几百是吗？”张倩靠在我胸口，跟我道歉：“林哥哥，别生气嘛，我妈那人就这样。我马上就是你媳妇了，以后我们少来家里就好了。”要不是3年张倩的性格不错，光是彩礼我就接受不了。恋爱期间，张倩对我百依百顺，有时候我都纳闷，为什么这种家庭能培养出张倩。走着走着，张倩忽然张大了嘴巴，指着一辆法拉利惊呼：“林哥哥，这是你发小的车吧？他跟你关系太好了，这种豪车都舍得借给你。”这辆车一直停在我家的车库，我父母觉得不实用，就扔在车库里吃灰。不过我正在气头上，根本无心解释车子的事，随口应了一声，就开车离开了。2月初，婚礼当天，大早上我去接亲，发小当伴郎陪我去。车子刚到小区门口，就被小孩堵住了，给红包沾沾喜气。小孩出现在这里，明显是被人指使过来的，不用想就知道一定是张倩家的亲戚。大喜的日子给红包也正常，发小直接下去一人发了500的红包，这才让我们进小区。还没开10米，一群老头老太太就围了上来，再次把车给拦住了。他们吵吵着要红包，摆出一副不给红包誓不罢休的样子。此时我心里已经有点不舒服了。我的发小眼疾手快，没等我发火，就把红包分别奉上。兄弟，没多少钱的东西，今天结婚没必要发火。送出了差不多1万块钱后，车子终于开到张倩家楼下了。张倩的亲弟弟张傲站在单元门口，看到我来了，不屑地开口：“接亲的车连100万都没有，
租车也不知道租个贵一点的。我一直反感张倩的弟弟，20多岁不学无术，整日在家啃老，天天还眼高手低，谁都瞧不上的样子。我选宝马 X5是我自己的车，家训让我时刻记得低调，结婚太高调对我家的生意影响不好。发小把张傲拉到一边，主动跟张傲套近乎。兄弟一看就是行家，平时都喜欢开什么类型的车呢？张傲牛气哄哄，用鼻孔看人。我就喜欢100万豪车，我现在没有，以后我姐肯定得给我买。听到张傲的话，发小尴尬地笑了。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傻子也能听懂。张傲买车的钱肯定是我拿。我发小情商那么高的一个人，愣是一句话没说出来。不过张傲也没想着拦我，带着我俩上楼接亲了。婚礼仪式从简，我跟张倩约好不会有乱七八糟的游戏，新娘堵门也不过是走个形式。等我进了门，张倩的房门紧锁，我调整好心态，轻轻敲门：“老婆，我来接你了。”里面传来伴娘的声音：“想要娶走我们家倩倩，可没那么简单，要么一人1万块钱红包，要么喝咱们新娘子的洗脚水。”我眉头紧锁，生气质问张倩是不是她的意思。她知道我性格，我不可能践踏自己的尊严。老小区的隔音不好，伴娘跟张倩的话，外面的人听得一清二楚。倩倩，你别担心，男人都这个样，你得杀杀他的锐气。自己老婆的洗脚水又不脏，不喝就说明他不够爱你啊！我有点不耐烦，声音冷了几分。倩倩，你要是开门，直接转账，先到先得。发小话音未落，大门秒开，他笑嘻嘻的给4位伴娘1人1万。发小小声劝我，这点钱对你家是9牛1毛，你要面子，你老婆也要面子啊，没必要闹得不开心。这钱我替你出了，给了钱，流程又可以继续下去了。我帮张倩穿上鞋，还没走出屋子，就听到张傲喊了一句姐夫。我的不满消了大半，这小子的狗嘴里还能吐出人话，我属实没想到。可惜的是，这声姐夫喊并不是我。准丈母娘挽着一个身穿高定西服，打着比新娘子还厚的粉底的男人。看张傲的表情，这声姐夫喊的就是他。发小跟我对视，对着男人挑了挑眉。我明白他在问我这人是谁。我缓缓摇头，我也不认识这人。准丈母娘对他的态度跟我截然不同，脸上的褶子快笑成菊花。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干儿子，名牌大学毕业，从事高端行业，月薪2万，特别优秀。说着，准丈母娘还对张倩招了招手，浑然不顾我的感受。倩倩，这是你木心哥哥啊，他来了你怎么不打声招呼？你忘了小时候你俩天天玩过家家，你非要给木心当妻子。张倩挤出笑脸，看了我一眼，才跟木心打了声招呼。木心哥哥，好久不见。妈，那时候年纪小，你别瞎说了。准丈母娘声音高了8度，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怎么就瞎说了？我极力做着表情管理，脸上的青筋都快爆出来了。今天到底是谁结婚？我妈就这样，你别生气啊。张倩在我身边呢喃着，我看在女友的面子上，没有继续置气，大不了等结婚了，我不跟丈母娘见面。事情还没结束，张傲跟这个男人的关系挺不错的，从刚才叫姐夫也能看出来。他惊叹地高举木心腰间的车钥匙，用特别夸张的语气大喊：“法拉利！是法拉利的车钥匙，停在小区外面的法拉利是木心哥的，你也太有钱了。”木心淡淡一笑，像是无声地炫耀自己的财富。
发小怪异地看着我，因为他知道外面停的法拉利是我的。昨晚我想了想，还是把车停在小区，打车回去的。什么时候变成这男人的了？发小看不下去，想要替我说话，被我一个眼神给挡回去了。我倒要看看这小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木心哥，你能不能带我出去兜一圈啊？我还没坐过法拉利。张傲好心办坏事，木心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还装作特别替我考虑的样子说道：我怎么能抢新郎的风头呢？等下次我带你。我却浑然不在意，没事，这有什么抢风头的？张傲是我小舅子，这点小要求你总该满足吧？木心急得狂咽口水，双腿灌了铅，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。最终还是准婆婆替他说话：小屁孩没事坐别人车干嘛？今天什么日子不知道啊？我拉着张倩掠过木心，直接无视了他。跳梁小丑一个，满嘴谎言，这种人连当我对手的资格都没有。发小赶紧招呼亲戚朋友推进流程，结婚才是头等大事。张倩爸妈坐在客厅等着我敬改口茶，亲戚把茶递到我们手上，张倩先敬茶。他父母倒是没起什么幺蛾子，可轮到我的时候，准丈母娘却摆手示意我等一下。林毅，倩倩是我们夫妻俩含辛茹苦养大的，想娶走没那么简单。我微微蹙眉，木心的出现就让我心存芥蒂，竟然还有要求。准丈母娘继续说话：倩倩那么优秀，50万彩礼太少了，怎么也得再加50万。不光是我，在场的亲戚脸色表情各异。这番话不早说，就是想把我架在这。最离谱的是，条件还没说完。我觉得你家买的婚房有点大，把房子给你亲小舅子一半吧，换2个小一点的房子。我悬着手中的茶，茶面都难以平稳。妈，喝茶。我面无表情地开口，没接他的话。不成想他没有接，还大言不惭：改口费8万8，给钱让你叫妈，不给我钱，婚礼很难办啊！我气笑了，真是狮子大开口成习惯了。张傲开心极了，嘴都甜了，谢谢姐夫。我发小的脸色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，屋内的所有人都看向我，而张倩依旧习惯性的沉默，不帮我说一句话。你们家是拿我当踏板脱贫吗？张傲面红耳赤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还想不想娶我姐了？我一脚踢翻张傲，难办就别办了。你说什么呢？这婚不结了啊？准丈母娘傻眼了，嘴巴张得大大的。张倩拉着我的手，跟我道歉：亲爱的，你别生气了，我妈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甩开她的手，把茶杯狠狠扔在地上。但凡你要是能替我说一句话，都不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。准丈母娘反应过来了，质问我：你不结婚了？我兄弟忍半天了，没好气道：听不明白话是吗？我兄弟说了不结了，你家爱跟谁结跟谁结婚。对了，别忘了把50万彩礼和今天送出去的几万红白打到卡里，不然你们家就等着进局子吧。亲戚们都在看热闹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。我大步往外走，准丈母娘气急败坏大喊：滚吧！告诉你，我女儿那么优秀，能找到更好的。发小听到这句话不乐意了：行啊，张倩也别去我 4S 店上班了，1个月1万多的工资，我看你家也瞧不上。走出大门，我给父母打了电话，父母什么都没说，婚宴取消不了。我家请家里的亲戚吃一顿大餐，又不是差这点钱。我跟发小2人去店里喝酒，再也不想跟张倩家有任何联系了。
回到家，我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跟父母说了一遍。听完以后，我父母气得不行，都觉得我做得特别好。他们虽然着急我结婚，但摊上这种家庭要倒一辈子的霉。等我醒酒，才看到张倩给我发了几百条消息，不断跟我道歉，问我能不能原谅她。吃一次亏还能吃第二次。我把他家所有人都拉黑了，连消息都懒得回。结果张倩就开始给我打电话，一个接一个打，我实在受不了就接了。老公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们重新开始吧，彩礼就50万，1分钱都不多要。我冷笑，算了吧，你们家我高攀不起，50万确实少了，娶你怎么也得拿出500万当彩礼才配得上你啊。他可能是确定我不可能娶她了，跟我说要把我的东西都还给我。本来我想说不要脸，但我一想我买的很多限量手办都绝版了，要回来也正常。我让他把东西给我快递过来，他执意要当面给我。最后我们约定在出租房相见。我怕张倩上班太远，就给张倩租了一个离 4S 店近的房子。敲了5分钟过的门，张倩才姗姗来迟。一进门我就看到她裹着浴巾。什么意思？你洗澡干嘛？张倩总是跟我讲她是个比较传统的女生，婚前不可以发生关系。我尊重她的话，3年时间守身如玉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想用身体还债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用你负责。我把他推到一旁，他这种行为让我3年的坚持成了笑话。谁知道他家会不会因为这件事要挟我？省省吧，把衣服穿好，50多万明天没打到我卡上，咱们就警局见吧。他把我的东西提前打包好了，我拎起东西就走。张倩急了，眸波醉人，狱卒勾着我，我看他那样就觉得恶心。原来禁欲的人设是装出来的啊！别恶心我！说完我就走了。身后传来张倩的尖叫：林毅，你不跟我结婚，我就跟木心结婚。我鸟都没鸟他，脑子里想的是这房子我不用替他交钱了，又能省笔钱，我一点都不后悔。娶妻不娶伏地魔，他家以为我家庭条件一般，就这都敢要100万彩礼。知道我家真实条件不得上天啊，中彩票都没这样轻松。往后的日子回归平淡。这一天，好兄弟给我发来一个视频，还打字问我眼不眼熟。视频画面中灯光昏暗，男男女女在舞池狂欢，声音吵闹，人头耸动。一个浑身上下只穿着背带裤的男人跟一群女人举止亲密，尺度惊人。灯光太暗了，我没看清舞台中央的男人是谁。谁呀？太暗了看不清。发小告诉我，搔首弄姿的男人就是木心，他是个地下风俗店的男模，销售冠军。后来听说他得了病，被客人投诉，不得已隐退。我忽然觉得好笑，张倩妈妈把木心都快夸上天了。所谓的高端行业就是给富婆当男模，月薪2万，也怪努力的。发小问我要不要告诉张倩家，我说不用，我已经不在乎他们了，也没必要惹得一身骚。本以为我与张倩这辈子都不会产生交集，没想到世界还是小。1个月后，我就遇到了他们俩。我去商场的劳力士店，柜员给告诉我来了一款限定。一进门就遇到了2人，木心搂着张倩站在柜台挑选，看他们亲昵的模样，我没想到张倩真是说到做到，1个月2人就好上了。我也不废话，直接去找店员，让他去把表取出来。镇店之宝都不会摆在柜台上，去专门的 VIP 室等着柜员送来就行。我嫌麻烦，每次都坐在柜台前等着。
木心却主动拉着张倩来我眼前晃悠，特意亮出他俩手上的戒指。这不是林毅吗？这种地方是你能来的吗？我看到戒指就明白，张倩应该是接受了木心的男模过往，但不知道木心有病，我就不了解了。这对臭鱼烂虾凑成一对，越想越搞笑。你笑什么？我们家已经把钱都退回去了，花的钱都是木心挣的，他的存款比你多多了，你拿彩礼都费劲。这里的手表是你能买得起的吗？张倩说话的样子像个泼妇，仔细想想也不是不能理解，她本来就没能力，工作发小看我面子给她的，每天在吧台看看剧就能领1万多块钱，现在工作没了，生活都靠着木心的存款，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！彩礼多少得看人值多少，手表值这个价，所以我就买得起。张倩脸憋成了猪肝色，她听出我的潜台词，手表比她有价值多了。正好柜员把手表帮我拿出来了，张倩一看柜员把手表拿到我这边，心里不平衡，大喊：明明我们先来的，要挑也是我们先挑，凭什么给他？他买得起，我们也买得起。柜员跟我对视，我示意没关系，然后跟两人解释这是限定款。木心一听也不高兴了，我又不是第一次来你们店，这点眼力价没有吗？限定款谁能买得起，看不出来吗？没错，这手表我们要了。柜员不知所措，我也觉得恶心，非要抢别人手里的东西才舒服是吧？我不要的东西当个宝贝似的，你要能买就让给你呗。我给柜员一个安心的眼神，老板是我的好朋友。柜员担心是因为老板说了这手表是留给我的。木心更生气，刚才埋汰张倩，现在我又埋汰他，看着穷鬼，这是你一辈子都买不起的手表。刷卡。木心刷卡的时候傻眼了，手表200多万，他整个人剧烈颤抖，但在我的目光注视下，他还是咬牙拿走了手表。临走之前，柜员的一句话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：先生，限定款是不能退换的哦。两人互相搀扶着才走出店里，狼狈逃走。几天过去，我接到一个意料之外的人电话，张倩的妈妈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我看都没看，直接挂断，然后果断拉黑。张倩妈换了个电话号，我接通就骂她：你有完没完？你们家是属狗皮膏药的啊，这么粘人呢？张倩妈可能没想过我会这样说话，语气弱了几分。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长辈，你得尊重我，跟我说话客气点。我不骂他都算给他面子了，换个人说不定直接得动手。我就这个态度，你也不配我尊敬。你要是没事我就挂了，是不是你太闲了？没事给我打什么电话？隐约间，我听到了张倩爸爸的声音，紧接着张倩妈的语气180度翻转，语气中夹杂着讨好的意思，但我心里立即敲响了警钟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当时张倩妈想开口提彩礼时，就是他爸拦住了她，非要在结婚当天提，要不然也不至于让我下不来台。有什么快点说，我可没你那么闲。没想到张倩妈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跟张倩结婚，她是怎么好意思张开这个嘴的？你开什么国际玩笑？你觉得我是傻子吗？这是我最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，你来我们家一趟吧。有些事情在电话里不好说，我当场拒绝，让他在电话里说清楚。你在手表店让木心亏了200万，他现在卡里就剩下不到1万块钱了。你要是想要手表，我可以让他原价卖给你。原来还是钱的事，当初木心卡里有200万都没想到。
毕竟男模靠体力劳动挣到200万，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我为什么要原价买一块二手手表？当时他明明可以不花钱直接走就行了，是他自己死要面子活受罪，非得花200万买手表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手表戴不起就去网上卖了，我可不当这冤大头。我没有耐心听下去了，直接把电话挂了，再次拉黑这个电话号。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，没想到张倩妈不要脸，换了5、6个手机号给我打电话，我拉黑拉不过来了，严重影响了我的日常生活。最终我还是接了电话，你有完没完？再骚扰我就报警抓你了。这一次张倩妈的语气出奇的温柔，说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跟我商量，关乎到我与张倩的声誉，架不住她死缠烂打，我决定亲自见一面，把事情了结。还是熟悉的老小区，我开着法拉利停在楼下，我进门却看到家里只有张倩父母，张倩本人却不在家。什么意思？不是说跟张倩有关吗？她怎么不在？张倩妈眼神凶狠，林毅，你还算个人吗？你才不是人，你全家都不是。张倩妈被我对得说不出话来，她凭什么上来就骂人？我又不欠她家什么。张倩妈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，改口费那件事确实是我做的过分了点。我点了点头，她要是这么说话，我还能陪她聊会。不料她接下来的话让我大跌眼镜，其他的不能变，彩礼少要点，还是之前说的50万，大平层给你小舅子一半，你俩住个小点的房子，房子得写张倩的名字，一定要全款买房，不能让我女儿婚后还贷款。我看她的眼神像是关爱智障，这么不要脸的话怎么会从她嘴巴里说出来？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娶你女儿？她不是要跟木心在一起了吗？你3言2语就替我决定好了。张倩妈笑容灿烂，木心跟我女人还没领证，你们先领不也一样？就当她从未来过不就行了？对了，你还得让倩倩回原本公司上班，顺便把这几个月的工资补发一下。我被她自信言论逗得眼泪都下来了，还真没想过张倩妈傻得可爱啊，好像游戏里的 NPC， 不管你说什么，她就会说设定好的台词。不行了，笑死我了！张倩那股不要脸的劲，我算是知道随谁了。有其母必有其女啊！我是无论如何都听不下去了。这种人得了妄想症，根本说不通。张倩妈赶紧拦住我，你不许走！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啪的一声，她把一个验孕棒摔在了茶几上。我能清楚地看到2道杠。验孕棒？给我看这个干嘛？倩倩怀了你的孩子。我在她房间里看到了 B 超单，时间正好是在你们结婚之前。你要是不想负责，我就要告你强奸我女儿，告我强奸。我差点笑岔气了，我俩之间就没发生过关系，讹钱也得拿出个像样的理由吧。验孕棒也证明了我的选择没错，她在婚前就偷腥，怪不得张倩那么着急跟我道歉，哄着我跟她结婚。在我翻脸后还说可以不要那么多的彩礼，搞了半天是找我当接盘侠，怕肚子大了藏不住。只要我让倩倩告你强奸，她就告你强奸，到时候你就监狱里待20年，出来再有钱有什么用？张倩妈妈像是吃定了我，根本不给我反驳的机会。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同意了。你回家跟你爸妈说一下，等过段时间我们把婚礼补办一下，明天先去领结婚证。我思绪回转，既然他家蹬鼻子上脸，我不介意让他吃点苦头。这样吧，孩子是不是我的我也不清楚，你明天做个 DNA 检测吧。
如果是我的，我就按你说的去办；如果不是，怎么可能不是？你是不是想赖账？明天我直接叫倩倩去医院，把你家的人也叫。你嫌事情闹得不够大是不是？就明天，明天我们医院见。我话还没说完，这件事情就被他妈定了下来。当天晚上，我只把事情告诉了发小。张倩怀孕的事，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笑话，没必要让父母知道。发小再三跟我确定，这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，我无比确定告诉他，我就没跟张倩发生过关系。他听完后，比我都期待明天的到来。第二天，我跟发小开着法拉利到医院门口，引起不小的骚动，不少人都用羡慕的目光看向我们，尤其是张傲。他看到我从车上下来时，下巴都快合不拢了。姐，林哥，法拉利是你的？我木然点头。是啊，我没跟你说吗？他搓了搓手，语气恭敬不少。姐夫，我姐怀了你的孩子，法拉利不够家用，以后就给我开吧。发小拍掉张傲摸法拉利的手，他再也不用顾忌我的感受来讨好这混小子了。别碰，这车不耐脏，你的爪子弄坏了赔得起吗？你怎么跟我说话的？我姐夫的车我随便开啊。看他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，我没好气道，别随便攀亲戚啊，我可不是你姐夫，你姐夫是木心啊，他没让你开法拉利。以往我这么说话，张傲早就炸了，现在却心平气和地给我解释，木心就是个骗子，他那个法拉利的钥匙就是挂件，他哪买得起法拉利啊？哪有姐夫，你有实力。他上次花200万买的手表，亏了20万才卖出去，1分钱都不给我家花，我爸妈都有点瞧不上他了。张傲提及木心2字，脸上的不屑溢于言表。可再怎么说，木心也是个100万富翁，怎么都比张倩家强多了，他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木心呢？行了，别套近乎了，你姐肚子的孩子根本不是我的，别抱有幻想了。我的好言相劝，换来的却是张傲的张狂。我妈可都说了，你想赖账绝不可能，我们家缠上你了，你不养我家，我家就告你强奸。他的威胁把我发小都逗乐了。那你家有没有想过，林毅宁可进监狱待着，也不愿意给你家呢？发小说完话，张傲明显慌了。姐夫，你别想不开啊，你从监狱出来都是老头了，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，生活不好吗？我懒得跟他说话。张倩妈妈已经带着乌泱泱一群人走过来了，7大姑8大姨全都来了，越多人见证越是证据，甚至还有一个穿着西服的男人站在人堆中异常的扎眼。张倩妈给我介绍男人的身份，他是一名律师，是其中一个亲戚家的孩子，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。张傲在他妈耳边说了点什么，眼看着张倩妈眼神泛光，我估计是说了法拉利的事情，但事情的主人公张倩好像没到。张倩呢？没有张倩，事情怎么能有意思呢？别着急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。原来张倩都不知道这件事，不过这样事情才有趣。你赶紧来趟医院，我有急事，快点啊！张倩跟木心10分钟就到了，他们看到我也在都愣住了，似乎还没搞清状况，又见到这一群亲戚，更是一头雾水。你跟林毅去趟医院，验一下肚子的孩子是不是他的。别怕，妈带律师来了，你以后都能荣华富贵，这么多人帮你见证，他不敢跟我们家赖账。张倩还没说什么，木心瞬间炸了。张倩，你们家什么意思？你肚子的孩子不是我的吗？木心气得牙齿直打颤，但张倩妈已经看不上他了。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，以后倩倩跟你没有1毛钱关系。
我从木心脸上看到了多种情绪。我是您干儿子啊，您当初求着我娶的倩倩。张倩妈嗤笑，什么干儿子？你一个臭男模，凭什么娶我家倩倩？你现在又不挣钱，我家更不能把倩倩嫁给你了。张倩听不下去了，妈，你别说了，我已经决定嫁给木心哥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，不是林毅的。啪！张倩被他骂，狠狠打了一巴掌。哪有你说话的分？我知道你是怕木心生气，林毅比木心强多了，你不用担心。说完，张倩妈让律师递过来一份合同，发小拿过来一看笑了。合同上是对赌协议，只要证明孩子是我的，我必须跟张倩结婚，彩礼100万，一套大平层的房子，还有一辆不低于100万的车子。如果证明不是我的孩子，他家得给我100万。这种对赌协议明摆着是不公平。我立即签好了合同，省得他们后悔。合同一式2份。律师开口：林先生，你签订合同后就产生法律效应。我一点不慌，当然没问题。妈，你签的是什么合同？律师给张倩解释了一下内容，她双腿一软坐在地上。张倩妈赶紧搀扶她起来，嘴上埋怨着：孩子出事了怎么办？毛手毛脚的。妈，这孩子根本不是林毅的，是我在酒吧喝多了，跟别的男人。你说什么？张倩妈拉高音量，整个人如同天塌了。你瞎说什么？孩子就是林毅的。张倩妈已经癫狂了，事实的冲击太强了，但她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去医院检查。你俩去验一下 DNA。张倩眼窝蓄满泪水，不用测试了，我们俩根本就没发生过关系，孩子肯定不是他的。亲戚们听得一个认真，他们本来就是来看热闹的，可能想过会热闹，但没猜到消息这般炸裂。张倩妈跪在地上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立刻向我冲了过来。发小眼疾手快，躲得远远的。老巫婆，是不是想撕掉合同，送出100万的滋味好受不？张倩妈也不傻，知道自己这边人多，你们看什么热闹？赶紧帮我抢回来啊！我早就想过这个问题，100万我真不在意，但他家盛气凌人的态度确实该收拾一下了。保护我，这100万你们到场的人平分，我1分钱不要。亲戚们一听能白分100万，都跟我站在同一战线上，纷纷把张倩压倒，瞬间制服了她。我则不得不感慨一句：恶人还需恶人磨啊！我回到了家里的别墅，每天过着朴实无华的生活。发小看我可怜，把他表妹介绍给了我。表妹名牌大学毕业，长得像个明星，我们意外的合拍，三观兴趣都一致。我们很快就订了婚，打算年后就结婚。他不注重物质，彩礼才要了10万。我爸妈对他特别满意，非要给100万彩礼，又买了一套大别墅。而我很长时间没有张家的消息，等我再次听到他们的故事，是从我发小口中。发小告诉我，为了100万，亲戚们天天上门催债，家里闹得鸡飞狗跳，想要赖账也赖不掉。房子卖了，才卖了30万，家里没有收入来源。听说张倩后来去找木心，被木心骂走了，孩子的父亲也不知道是谁。当初是为了骗木心跟他结婚，张倩还染了病，跟家里决裂，找不到人了。张倩爸觉得事情都是他妈惹出来的，果断跟他离婚。张傲选择跟爸爸生活，谁也不愿意管张倩妈，他们家庭分崩离析，没人愿意帮他们。这群吸血鬼下场凄惨。我在年后举办了婚礼，亲朋好友全来捧场，婚礼宴席大办特办，用最名贵的方式彰显我的爱。门口收彩礼的时候引起了骚乱，
我发小把我叫了过去，一个头发乱糟糟的女人要抢钱，被保安制服了。我一看，正是张倩的妈妈，她的精神错乱，已经认不清自己是谁了。我在大喜的日子给她200块钱放她走了，她变成这样，全是自己种的阴阶的果。对他人宽慰才是对自己善良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